魏无羡，我确认一下，够不够咱俩人吃啊？有没有我的份？蓝忘机，有。魏无羡，那等外卖到了，能不能先吃再干活？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蓝忘机已经断然否定，不能。好吧，就知道是这样。看在潇湘居的面子上，就不计较你的态度啦。魏无羡高冷地吃了一声，转头开始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。调数据修版面，改错字修病句，阐述不够清晰的地方补一补。他一旦专注起来，很快浑然忘我，忽略了周遭一切，效率也高得惊人。大约1小时后，魏无羡敲完最后一个句号，这才满足地长叹一声，停了下来。香菜特有的刺激香气早已充盈了整个房间，也立刻勾起了被注意力压制而沉睡多时的馋虫。魏无羡立刻想起了外卖，大叫道：卧槽，几点了？他立刻看了一眼挂钟，1点45，又转头到处找外卖盒子，心道：要命！蓝忘机也不知有没有给他剩点肉渣下来。等他终于顺着香味寻摸到研究室半隔开的小会议室的时候，会议桌上已经加铺了一层一次性桌布，中间整齐码着几个饭盒，4个菜，2盒米饭，为了保温，都还没掀开盖子。蓝忘机坐在对着门的一侧，翻着手里的教案，见魏无羡过来，便用笔杆点了点对面，示意他可以坐那里，又道：先洗手。没有先吃，不是剩饭。在此刻魏无羡的眼中，蓝忘机就像镀了一层滤镜，不止形象变得高大，连冷冰冰的眉眼都变得更赏心悦目了起来。好在他还没忘了正经事，道：报告搞定了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蓝忘机：好，打印出来吧。魏无羡走回去打了 Ctrl+P， 也不等纸张都印好，就一个箭步冲回到会议桌边，一盒一盒的开宝箱、油焖虾、辣炒肉，还有牛柳。他迅速坐下，俨然一副视死护食的架势。蓝忘机无奈，只好拿了一包湿巾给他擦手，又去拿了打印好的报告，才坐回对面。魏无羡已经举起掰好的筷子，跃跃欲试。我能先吃吗？蓝忘机，魏无羡，嗷！他风卷残云，尽挑着肉吃。蓝忘机则先低头细看他呕心沥血的报告。这篇以隐形兽毛与神秘学干锅的交促反应堆推论为题的作业，改完之后足有16页之多，还基本都是干货。蓝忘机花了5分钟大致浏览一遍，提笔改了一点，又添了几个需要标明的专用语，并且将涉及参考文献的具体章节、页码也一并标出。魏无羡在吃饭间隙抻头看了一眼，心里嘀咕：这是什么逆天的记忆力？他写的仓促，结尾只列了几本主要引用的书名，至于章节页码这些细节，他向来是能省则省的。1点55分，蓝忘机把魏无羡的报告单独装了一个文件单，贴上红标签，也就是优秀、值得仔细批阅的意思，再和其他所有的报告一起装订投递。魏无羡看着红标签，心里略感愉悦。抛开个人作风方面的意见，蓝忘机的专业素养还是非常过硬的，能得到他的认可，的确有不小的成就感。于是他问：你觉得这个课题怎么样？有没有深挖的可能？蓝忘机：未尝不可。魏无羡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咬文嚼字，尤其是那种我上午有一个 meeting， 下午要参加一个 conference， 没时间跟你 dating 了的人。但他吃着蓝忘机点的外卖，生杀大权又在蓝忘机手里攥着，根本没底气扭头走，只好自我安慰，至少知乎者也是的咬文嚼字很适合蓝忘机，勉为其难不反感一次。于是他试探道：我是不是算过关了？质量好是不是可以加一点优良分？蓝忘机刚投递打卡回来，正要拿起筷子，闻言又将筷子放下，答道：以这份报告的质量和数量来看，有可能，但最终结果要看江教授的意思。好吧，你觉得有可能就足够了。蓝忘机的意见还是有几分分量的。魏无羡心中大石落地，夹起一块肉放在蓝忘机的米饭上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谢谢师兄的帮忙。蓝忘机目光十分复杂地盯着饭盒正中央那块红彤彤的肉，红油已经渗透了一小片米饭。他足足看了好几秒，才道：旷课另算。魏无羡，啊！魏无羡瞪大双眼，差点喷饭，不可置信道：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刚才还夸了我的报告的呀！
蓝忘机停下筷子，把吃食咽下去，才答：作业与上课各有记分，不可混淆。魏无羡，纪律归纪律，人情也要讲一讲嘛。况且我是为了完成作业才不小心睡过去了，又不是故意要翘课的，谁能一晚上写完那么长的报告嘛？真要追究的话，那么晚才布置作业的人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吧？蓝忘机，上周三布置的。魏无羡，啊，不可能。蓝忘机，没收到你的选题邮件，我才来提醒你。魏无羡瞠目结舌。命题报告的封面上的确有一行注释小字，要求提交人选好题目之后，立刻往指定邮箱发一封邮件，需按格式附上概要，死线就在第二天，所以魏无羡看了也没往心里去，就直接略过了。难道蓝忘机昨天来寝室找他是因为这个？而蓝忘机解释完，并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再次拿起了筷子，道：食不语，吃完再说。魏无羡有点懵，愣愣地盯着蓝忘机挑了一筷子香菇菜心，配着一小团米饭吃了，接着又是一口素菜，一口米饭，十分有规律。他看了好一会，发现蓝忘机吃的每一口饭和菜的量都差不多，并且一定要等上一口咽下去了，才会去写起下一块。5、6次之中，蓝忘机只偶尔把筷子伸向被他吃得七零八碎的荤菜里，挑出一点，接着又继续专攻唯一不落的那道素菜。有点意思。魏无羡心道，虽然表情上看不出一点端倪，可蓝忘机这反应，一点不像是能吃辣的人呐。难不成今天的香菜是特地点给我的？这让他心中一动，无意识的嘴角上弯。他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情正变得像花海飞舞的蝴蝶一样轻盈，但这不妨碍他不着痕迹地观察坐在对面的这个人。想印证推测一点也不难。蓝忘机这个人做事一丝不苟，就看他一方面愿意重点推荐自己的报告，另一方面还坚持扣缺席分就明白了。这样的人往往不屑于说谎，不愿意回答，宁可保持沉默。所以直接问蓝忘机你是不是根本不吃辣，魏无羡立刻就能得到正确答案，但偏偏他又不太想问。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心思。我知道你暗恋我，但我不可能回应。我知道你特意点了我喜欢的菜，但我不让你知道我已知道你的特意。虽然拗口又别扭，但是魏无羡意识到，他竟有点沉迷于这种气氛。尽管小会议室的布置十分煞风景，光秃秃的隔板，光秃秃的白板，铺了半透明一次性桌布的光秃秃的会议桌。蓝忘机真是个神奇的家伙，魏无羡忍不住感慨：一不爱说话，二没有表情。要是跟这个人对坐一辈子，闷都闷死了。可他表面闷成这样，暗地里不遗余力地撩我，普普通通一顿课间午饭，搞得像约了个会似的。偏偏这个人还完全不表态，这让我怎么拒绝才好？他已经吃了6、7分饱，进食速度随着慢了下来，但舍不得这一口辣，便推开米饭，一边慢慢的剥虾，一边偶尔夹块肉舔舔嘴巴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他东瞅西瞄，再不时偷眼去看蓝忘机。